今天非常的荣幸，请到了尊贵的上师，当今精通藏汉佛学的大师索达吉堪布，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堪布的到来。在今晚讲座之前，让我们有请哲学系主任雷瑞鹏老师为本晚这一珍贵的讲座致辞，有请。首先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邀请到武明佛学院国际著名佛学理论家索达吉堪布老师来到我们系给我们做这样一次非常高深的、精彩的关于佛学的讲座。我想呢，今天我们如此多的来光临我们的这个讲座的这些同学，也证明了大家对佛学的热情和对索达吉堪布老师的这个仰慕那么下面呢，我就不再赘述不占用更多的时间，我们呢就来一起亲耳聆听我们大师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讲座，以及呢来感受大师的智慧。好，我们热烈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今天很高兴华科大跟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交流。当然我这样的既不深沉也不精彩，只不过是希望跟大家一起讨论学习，也算是我们一起跟共同寻找真理。今天我在想我们在座的人很多都是非常年轻，而且呢对知识的好奇心，对真理的需求呢也相当大。当然我想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也有自己的一个这种远大的目光，但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在这个我们佛教说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呢我们也会遇到了种种的一些灾难痛苦。那么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需要寻求什么样的真理，这种真理从什么样的哲学当中能挖掘出来。也就是说我想很多老师好多学生都是愿意寻找这样的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经常想的确是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呢需要佛法的教育，心灵的这种开启，否则的话面对生活面对工作压力相当大。如果你真正是懂得了一些佛教方面的理论佛教方面的知识呢的确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我想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个真理呢跟大家用简单的语言来说从两方面来证实。从一方面呢就是说佛教的这种真理呢，如果每个人或者说是很多人得到的话的确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各方面我相信有很大的利益。但这个毕竟是它是一个特别深深的一种文学一种知识，因此我们短暂的时间当中，尤其是在一堂课当中给大家这个说明的特别清楚呢非常难非常难。但我们至少也是基本的一些道理明白的话呢，我想以后的生活以后的人生呢应该有一些
指导作用。那么佛教的这样的真理呢，实际上从佛学本身方面也可以证实，它是在实践当中的唯一的真理。也是从我们现在的科学的层面来，也可以证实。如果佛教自身的角度来证实呢，那么也必须先就是站在一个特别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证明。曾经印度一位特别著名的学者叫德希尔大波，他是这样说过，他说我既不以贪欲来赞叹就是自己的佛陀，也不以嗔恨来诋毁单皇培党就是其他的外道。我看着谁的宗派当中具有真理的语言，那么我把它当作是真正的我的道士。他是说过这么一句话。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需求真理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我自己不贪在任何的角度，也不诋毁其他的方面，但是呢，我们以公正的理论来需求或者判断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在如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神秘的东西。这些神秘的东西往往是依靠另一种学说来进行论证。这一点呢，我们印度非常伟大的佛学家叫这个升天论舍。那么升天论舍在中观400论当中是有这样的一句，他说佛教最深层隐蔽的这些道理呢，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呢？通过一种证悟或寻找空性的方法，寻找无相空性的方法来去这个探索。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清除其中所产生的怀疑，并且让升起真实的升级性这一句话就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包括你们探索这个真理探索这个哲理的时候呢，有些人佛陀所讲到的，包括轮回的存在、业因果的存在、前世后世的存在，还有呢许许多多的我们眼睛看不到的、触摸不着的很多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应该向我们去研究有关中观思想，也就是说般若思想。如果我们去般若思想的时候呢，会明白这种般若深深的道理呢，不可能一般的世间人所能抉择得到，应该是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的智者佛陀才能这个能给我们展示的清清楚楚，从中呢就是可以对佛教的神秘之意升起真实的坚定不移的这种这个坚信所以我刚才说的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我们对很多的这个佛理呢，有些人就是可能还是就是存在着一些半信半疑的，也存在着一些就是有各种看法吧。有各种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先能不能就是探索一下，像唐玄宗所翻译的般若经在汉地的大藏经当中是这么多。那么能不能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在你的学习的另外，或者说是你专业就是去这个研究，从中学习所讲的般若空性的这些道理。那么这些道理一讲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人类2500多年前的时候呢，那么有这么这个成熟的智慧，这一点呢，的确，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就搞一些研究搞一些研究，我都是经常在想佛陀你现在呢就按公认的话，那么今年这个佛历2555年了。就是555年。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的哲学思想呢，还并没有成熟。不管是西方的这个柏拉图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苏格拉底也好，或者亚里多德等等，就是这些呢，基本上是公元前400年前左右的时候的这个哲学思想。那么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完全的就是西方哲学的真正的这些哲理呢，就是到这个人间。但是我们东方的哲学思想呢，可以说是佛陀，也就是说2500多年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详细的已经描述了现在关于心理学、宇宙学以及呢，就是包括一些在内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的这些知识啊，全部探索的如实清楚呢。这一点，我想很多的智者呢，就是不得不感叹，不得不就是觉得稀有啊，就是觉得虚有。现在国内的有些智者就认为这个佛教呢是一个百货商店百货商店，而道教呢就是认为是像一个这个药店就是药店一样的，然后这个儒教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粮食店一样，就是也这样认为的。因为你如果生病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在道教当中能寻找就是你的这个所需，而你需要粮食的时候呢，就是从儒教当中就是，那么其他的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呢，就是从这个佛教当中就是可以得到。那我像这种百货商店的话呢，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所谓的这个粮食也好，药物也好，全部都应该记住。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当中的的确确就是所有的这些包罗万象的知识应该是没有一个不全的。这一点是不是我们佛教徒呢，就是自己在开始夸夸其谈不是这样的。那应该，我待会儿也可以就是象征性的说一些西方智者，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现在的一些科学家呢，就是他们也是可以承认，就是并且呢，就是论证的一些事。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就是到底就是在座的很多同学们的话呢，我想是人生呢，就是的确也是很短暂的就是的确很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哲理呢？大家应该想到，本来这个所谓的你们现在在座的大多数的老师同学都是这个学哲学的就是学哲学的。但这个哲学的问题上呢其实我们也要就是去详细的思考。思考的时候，自己也千万不能认为是我是哲学系的大学，那么我所知道的一切知识呢无所不知，千万不能有这种傲慢性。如果有了傲慢性的话呢，这种心态呢就是会这个遮蔽我们的这个智慧遮蔽我们的这个智慧。那么我们应该以公正的态度来继续探索这个真理。继续探索真理的话呢，那么真理是根本不会怕这个被我们观察伽利略也这个说过他说所谓的真理的力量是什么样呢？越攻击它呢，就是越能这个显出就是它的真实性和充实性，还有呢就是能证明它，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所以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在曾经佛经当中也说过你们因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这个在家人不要认为是我是你们的这个佛陀，你们以恭敬心来接受我的佛法，不用恭敬心来接受，而是应该以用你最细致的智慧来，就像是磨练镜子16次的磨练镜子一样的，详详细细的再三观察以后才可以接受。如果合理的话呢，那么你们可以就是接受它；不合理呢，就是可以放弃它。佛教对这个真理的态度呢，就是非常这个明白非常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这个中观空性也好，还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业因果当许许多多的问题呢，应该是可以经得起智慧的观察，经得起呢就是我们这个逻辑的推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这个想到现在这个如果真的是他能经得起这种逻辑的推敲，倒是个好事，但是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很多学生智者包括有一些真正这个希求真理的人呢，他们对这个特别的关心自己的生活我去过一些学校，就是好多这个学校的老师和他们的话呢，他们就不想听很多这个佛教方面的更深层的，既不想听这种，也不想听那个科学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只是特别喜欢听他自己的一些工作包括感情包括一些自己的这个生活方面，
就是当下需要这个解决的一些这个问题。这是很多人特别就是忙碌的事业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喜欢寻找的东西。但实际上呢，我们如果真正是自己有了一个很正确的见解的话呢，那么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生存呢，逐渐就是可以就是迎刃而解的。如果我们第一个目光、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定在这个钱财方面，定在地位上面的话呢，那么真正的我呢，确实是已经丢失了。我经常就是到一些城市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种这个触目惊心的感觉啊。看到社会的现象呢，是自然而然就是带来一种被动，或者说是一种被爱的这种就情绪。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话呢，只管自己当下的眼前的一些特别简单的一个生活，而根本不想周围的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环境啊，不考虑就是周围的这个社会，也不考虑我们将来就是变成了什么样这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是特别就是费力的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为了眼前的人这个存活的这种这个吃饭问题或者是斩断的这个几十年。那这样的忙碌呢，到底是真正的所谓的我呢？寻找在哪里？以前汉地有一个故事就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以前应该是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出家的这个和尚呢，就是犯了法，然后后来就是当地政府就是派这个现在的可能公安人员当时叫那个公差他去那个押解这个人，就是到这个京都来。然后呢当时不像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就是这个交通很方便，并且当时领导呢就是要求这个人在他这个官要过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求他这个4点，就是第一个是你这个和尚不能忘，第二个是当时他们装东西的有个包袱，就是包袱不能忘，第3个呢就是你自己不能忘，第4个还有一个公文，就是这4个就是不能忘。那么如果忘了一样的话呢，就是会这个受到这个惩罚的。后来呢，他就因为路比较遥远，就是在一路上的话呢，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点请就是我在不在，和尚在不在，包袱在不在，还有这个公文在不在，就是他一直这样，就是先点请一遍，然后就是继续赶路。那么他们赶了很多天的路就是后来呢，不觉得是在交往过程当中呢，因为那个领导的话呢，也是感到有点这个寂寞和疲惫，然后路上的话呢，就是时而给这个和尚呢，就是也聊聊天就这样下来了。那么这样下来的时候呢，最后有一天的时候呢，也是风雨交加，就是饥寒交迫，就是非常的这个劳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和尚告诉他，就是说是今天我也特别累，你也特别累，那么你这很长时间的是跟着我，就是没有吃好肉要不要我给你买一点肉，喝一点酒，你放松放松，轻松轻松。那个人呢，也可能带有一点腐败的这个现象吧，就是答应了。那答应以后，就是晚上住在一个破庙当中，然后和尚就是到附近的这个菜市场去卖这个肉和酒，然后呢，就是跟这个领导呢，就是就喝酒吃肉就不是喝肉吃酒有些经常说这样。然后他就晚上这个享用最后的话呢，就是确实吃的肉也非常这个香，然后喝的就越来越多，最后的是已经这个喝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这个和尚呢就寄回来了，就是马上把刚才在市场上卖的那个刀就是拿来，就是然后把刚才那个领导的这个头发呢，就是刷，就是把他头发全部剃光了。剃光了以后的话呢，就是然后把自己的和尚的衣服呢，就是穿给他的这个身上，然后他自己就跑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就第一个念头就开始寻找这3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看公文在不在，就是公文已经在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包袱在吗？就是包袱还是在。然后看那个和尚在吗？就是和尚已经不在了，特别害怕。然后呢，他自己就是摸着头想一想，就是原来是
就是没有头发了，就是好像和尚在吧？一看到是，和尚的这个身影呢，就是衣服也在了，他觉得说和尚也在。那么后来就是第4样东西，这个人也比较糊涂，就是有点这个迷惑吧。然后第4样东西就是我不在了，我不在的话呢，就特别担心啊，就是我已经不在了，就是因为穿着这样的这个相当于也是公安局衣服的那种人啊，就不在了。然后在这个破庙里面，就是里里外外都去寻找啊，一直寻找，就一直在寻找，就是我掉了，就是他认为是已经我掉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佛教跟那个现在的现实生活相对照起来的话呢，的确是很多人的话呢，现在所谓的我已经不认识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就是很多人都忙着什么？有些研究者呢，就是一辈子都是研究什么，研究生物，研究这个什么这个课题那个课题。有些老师的话呢，就是一直这个把研究的课题就是找不到，就是最后都是学生都是逼得没办法了，就是因为好多老师的这个课题的话呢，最后就是用老师的什么这个学生的成绩上就是要这个逼出来。那么学生呢，就是一直背不了，就是后来的是有些实在是这个压力都受不了，就是好多学校都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为了命也是这样的，就是一辈子都是为了命而奔波的。有些人呢，就是为了这个感情呢，一次就是倒下去了，又站起来，又倒下去了，又站起来，一直不断的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但实际上所寻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这个我呢，就是根本不是我。为什么呢？你如果是真正是我的话呢，当你这个死的时候，你的感情、你的名利、你的财富、你的所有的这个荣华富贵啊，就全部都是应该就是跟着你走。可是这个时候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什么都是没有的。其实真正是跟我们永远就是连在一起的呢，就是还有我的这个生命的延续存在啊，这一点呢非常关键。可是现在的很多智者的话呢，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啊，就是根本不知道啊，根本不知道。这个当然是有些原因的话呢，我想是跟这个历史也有原因的。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神论，所谓的这个无神论呢，我也就是不排斥，就是无神论呢，就是也不是不好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马克思就是马克思是应该是1818年，就是他是这个出生的。然后他当时1848年，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跟这个恩格斯呢，就是在比利时，就是准备就是什么，就是爆发这个无产阶级与主力军的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然后革命失败以后的话呢，就是他自己到这个这个英国伦敦啊，就开始写这个《资本论》，然后写《资本论》，后来呢，就200多万字呢，写完了之后呢，就是受到了这个苏联和中国的这种这个认可啊，就然后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大多数的人的话呢，就是以这个无神论啊，就是以无神论的这种这个教育，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的这个宗教哲学思想啊，就是以为主的。很多人从小都是应该是这样的。但马克思的这种无神论呢，我是这样想过，他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无神论的话呢，实际上是对这个佛教是确实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在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佛教在英国这边的话呢，就是并没有这个特别的兴盛。马克思他当时虽然精通了好几个国家的语言，也懂得了这个很多的那种这个文字，他也在那个书店里面翻译了就是许许多多的一些，包括就是基督教和这个其他宗教的。但他当时所针对的就是这个基督教这个承认为这个神的这种存在，而且所谓的神或者说是上帝呢，让万物的这个创造在。他认为是以这样的一种思想推动下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资产阶级呢，就是会这个占主要的这个地位。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无产阶级根本没办法就是推翻他就没有办法推翻他。因此呢，就是他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无神论。但这样的这个无神论呢，我们
这个承不承认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神论跟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观点呢，就是可以一致的，这是不违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佛教呢，就是并没有承认，就是所有的万物都是用神来造的，而且呢，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是2500多年前在这个印度呢，就金盘王的王子，他出家以后就是开创了我们这个就是也可以说前期这个佛当中的就是第四佛的这个宗派啊，第四佛的这种宗派，这是真是一个历史性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呢到印度去的时候，佛陀转法轮的最后出家的地方，后来实现涅槃的地方，全部都是在印度圣地，就是现在也是有啊，就是这是这个公元前就是这个500-600年的时候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不是一个神，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那么这样的这个历史的这种学说呢，也就是说是佛教的这个学说的话呢，我想是现在无论是在高等大学也好，还是在这个政府机关的话呢，大家应该这个值得学习啊。那么如果没有学习的话呢，可能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研究的课题，你没有进行深入的话呢，就罢了，就另当别论了。而如果你真正去进行研究深入的话呢，那么就是从佛教，尤其是在东方神秘主义的这样的这个思想当中呢，的确也是得到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和知识，并且很多科学家的他的这个很多的发现呢，也是从那个佛教当有关的这个宗教思想当中呢，就是得出来的。就是宗教思想当中得出来的。所以我想呢，就在座的很多人呢，就是从小都是以一些课题或者说是以课本的思想呢束缚在里面，从来呢就是没有看这个世界啊，就是到底就是发生这个什么样的。现在西方的还有很多的这些科学家呢，他们以非常公正的态度来去进行探索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的确这么早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真理包括我们心理学的，你们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佛教的一些唯识论佛教的一些唯识论当中的话呢，心理学根本没办法说涉及到的相当多的这些情绪问题我们佛教里面一般分贪心、嗔心、痴心什么骄傲、嫉妒等等，是根本烦恼和随眠就是随眠烦恼还有呢，就是从三心方面呢，像智慧悲心心心等等，就是很多的分类那这些分类的话呢，像其中的有一个嗔恨心的话呢，嗔恨心也是可以翻一些嗔怒恨等等，就是它不同层次呢，就是都有特别细致的这种分析那么人类到了21世纪的时候，你们想一想，在那个时候公元前在佛陀出世的，在那个时候的那种思想呢，已经成熟到这样的话，很多西方家呢，西方科学家就觉得是特别的这种稀有，因此他们现在引用很多的当时的这些哲理呢，来开始进行探索心理生理还有呢包括对动物、植物、对整个宇宙的宏观世界和我们量子力学的一些微观世界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包括我们简单的说微观方面的就是探索微尘探索微尘的话呢，你们知道量子力学或者说是当时的牛顿的思想和爱因斯坦的思想等等，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佛教当中很早以前的是全部都是讲的那么清楚的话呢，那么我们如果不承认的话，是不是我们不承认正理本来有些人认为可能是不对的，因为现在这么多的人是不承认，这么多的人不承认呢，不一定是是一种真理本来也是真理呢，掌握在特别少的一个人的手里面这是我们实践的任何科学的理论也是如此的以前我们藏地有一位特别了不起的智者叫萨迦班智达。他萨迦班智达用了一个比喻他说牧民呢就根本不能了解珍宝的价值，
同样的道理，就是世间的这些真理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愚笨者呢，就是无法就是通晓啊，无法通晓。所以，我们世间人呢，你们不要认为就是街上有那么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学校里面有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如果他们都不信佛教，或者说他们呢都不承认这个前世后世的存在，那这么多人不承认的话呢，我也不承认。其实不是这样的。人类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我们翻过历史的话呢，其实有些这个宗教和有些真理的话呢，对就是当时的这个政权。对当时的这个经济发展等等有非常这个密切的这种关系，所以呢，我们很多人不信呢，也不一定是没有不一定是没有，有些人还非常这种深信的，就是说是凡是我不信这样的我不信呢，就是他的最颠扑不破的一种这个理由其实我的不信呢，就根本就是真名不老实嘛。有些人的不信呢，就是只不过是他显露出他自己的愚痴而已。实际上他的不信呢就也对整个真理呢，就是无有任何的这个损害。有些人我不信佛理，我不信佛教，我好像认为自己不信的话呢，就是很伟大的，就是很了不起，这是一个成了真理的。其实我们在真理面前，如果不信的话呢，那么这是在从这个哲学就是从不管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哲学呢，都承认为这是一种这个愚痴的表现的。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服他的话呢，那不得不跟着他。如果我有一个确凿的理由，或者说我有一个确凿的证据的话呢，那么我不信也是可以的本来现在世间人也是说这个你信仰和不信仰是你自己的自由，可是这种呢也损害了很多人的这种善根就虽然是它是自由，但是我们就是自己真正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忘了的话呢，就是那它不是很可惜了吗？人确确实实是有这个前世后世的这个存在，那么这个真理呢，就是随意就是破坏不了的。有些人可能想就是那前世后世存在的话，那就是怎么不知道怎么我想不起来或者说是那怎么就是其实这个前世后世的存在，不要说你记事当中的很多你孩提时代的一些事情的话，那可能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你前面的这个当时这个你刚刚出生的那些经历呢，虽然是存在，但是你现在也想不起来。明天的事情呢，虽然是存在，但你现在就是心里面根本没有办法的。其实柏拉图就是他在那个公元前的时候也是发现什么呢？发现就是人就是有这个前世后世的存在，而且把这个灵魂呢就是出窍就是出现了。那么这样的案例呢，就是当时西方哲学家根本没办法就是发现就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东方的这个神秘主义，也就是说这个中印界就是包括好像是1927年应该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中印法门呢就是翻译到这个英文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呢，就是其实中印这个法门当中，就是所讲的跟现在的这个西方哲学家，他们是通过这个催眠通过很多方面对心理研究的这种这个发现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不谋而合，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特别的这个震惊，那么这一点呢，的确是在我们藏地来讲呢，就是这是这个家喻户晓的。人前世后世存在，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呢就是对来世的这个积累一些善根需求一些真理。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这是一种特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就是这没有什么的。可是我们在大城市里面呢，好像有人就是信了佛教的话呢，旁边的人都开始开始关注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出家了，会不会这个人出问题了，就是好像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跟一般的这个气功一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可怕的事情。包括父母的话呢，就有比较担心你选择一个哲学系里面有佛教课的话呢就比较害怕老师会不会把他带入就是到山里面去这个出家了，就是如果出家了的话呢，我们这个所有的世间人都是出家了，就是那怎么办呢？前2天我在一个大学里面就是有一个学生的是问，后来因时间关系我没有
很好的这个回答，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老师啊，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像你一样的所有的人都出家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怎么社会呢？就是谁这个耕地啊，谁就是养活我们呢？就是他就特别担心，就是这是杞人忧天，就是确实不用担心的。为什么呢？出家是一种这个很崇高的，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是所有的出家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些是以冒充或者是以出家的形象来就是背坏这个佛教的这种影响啊，就是这样也是有。但是真正的这个出家人的话呢，他是在社会当中的很高的一种这个层次啊，就像我们实践的一个教师啊，就是老师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并不是就随随便便所有的人都可以当了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有些这个有大学老师的话呢，我们担心就是所有的人就变成这个大学老师就那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人变成大学老师的话呢，那就是没有农民了，没有这个牧民了，没有工人了，就是所有的人都变成大学老师的话呢，有些又没有顾虑呢，就是我想是根本不会有的就不可能的。所有的人他没有到达他的境界，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也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其实出家也好，不管是在佛教方面的很多的这些这个道理的话呢，现在很多人有一定的这种怀疑这个怀疑呢，就是全部都是对这个佛教的一些真面就是不了解，甚至呢就是通过一些媒体通过一些有些人不懂装懂就是所写出来的一些书就是以这个来就是开始这个误人子弟就是因为下面呢就根本不知道，尤其是我们很多大学生。学生时代的话呢，真的是心思很纯洁的就像是一个白纸一样的。老师在你的这个信上面画什么，就是这是成了你的一生的印象这一个好的老师呢，就是在你的这个信的白纸上面呢，就是有这个画好，就是一个线画，就是那么这个成为你的这个一生当中的这种印象。如果有些老师不太好的话，那就是在你的白纸上面呢，就是画一个可能不太这个好看的一些形象，那这也是成为你的这个一生当中的偶像。所以说，我想很多人呢，不要认为我因为是大学生，我以后只要这个进入社会以后呢，我什么事情都是这个就是无所谓的，应该理所当然的，应该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就是可以这个承担。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要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呢，人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希求真理的态度。一旦这个态度没有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产生了一种邪执、邪见、误解。那这样的话呢，以后你自己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我相信就是不会就是过得很这个快乐的就是现在的社会呢，就是真的是很多的，尤其是一些学生就是从小都是有一些压力，就是逼着你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呢，你的这种压力和痛苦呢，就是越来越明显就越来越明显了。前一段时间我就是认识的一个人他以前在武汉就是读过大学，就是然后呢，现在到这个社会上已经工作了这个6、7年了，然后他就后来就是回到武汉的时候呢，感觉就是同学时代生活是多么阳光多么快乐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羡慕。可是我们很多大学里面的这些学生呢，他认为是我什么时候能这个走出这个校门脱离这个老师什么时候就是解开这种束缚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社会上呢，就是做我的这个事情，干我的这个工作那如何的美好。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你们应该说是最幸福、最快乐、最开心、最这种圆满的这个时刻一旦走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那么社会的背后呢，就是还有你没有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黑暗，很多的这种阴暗之处当你发现的时候呢，你从来就是没有预料到原来是在这个社会上是有这么多坏人表面上看来的是这些人都是这个笑逐颜开，就是非常的这个圆满。可是呢，这个社会是怎么这个处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可能自己心里面有一种思想这个准备。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些阴暗的地方那个时候如果自己没有一种信仰
或者说是没有一种心理的这个准备的话呢，完全是依靠一种物质或者说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来让你支撑起来呢，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啊，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呢现在大家也清楚，就是这个社会的话呢，包括在这个大学期间的话呢，就是自杀率就是越来越高，就是现在不要说这个大学啊，就是现在在中学，在这个小学当中呢，已经就是蔓延到就是这种现象，是这个越来越这个严重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很多人这个压力压力就是过大在当大学或者是你寻找职业的时候呢，有这么大的一种这个压力，就是难以这个承受的话呢，那么你到了这个社会上，你要就是承担就是社会、家庭、工作等等等许许多多的这种责任的时候呢，那的确是有很大的这种这个风险，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困难。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经常在想，我们如果是真正知道了人有这个前世后世，那么现在的这个轮回呢，就是痛苦的。生活当中呢，就是大多数占的是这个痛苦的。那么这种痛苦呢，就是通过这个佛陀所说的一种方法来，就是可以戒除。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你会快乐的，而且你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不顺的话呢，你就知道是这个是可能前世就是我自己这个造的一种恶业而导致的，所以我今生当中再怎么样努力也是恐怕是就是没办法就是会弥补，或者说是会显示我的愿望这一点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呢的确是这个信仰佛教的人呢会这个做得到的这一点不是我今天呢就是用这里这个空话来这个赞叹，应该在自己真正去进入或者说是你去这个研究这样的领域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在自己的这个身心当中呢会体现就是他戒除我们的这种这个痛苦。所以佛陀就是告诉我们世间当中的大多数的确是这个痛苦的这种痛苦呢，依靠一种方便方法呢，就是可以戒除。戒除以后的话呢，就是会快乐的。这是在佛经里面就是叫这个苦地，三界这个轮回犹如火灾，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大多数都是苦的这一点可能你们以前没有感觉得到但你现在就是可以算一算，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一天你开心的就是多少次，然后一天就是痛苦的事情是多少次，或者你的一辈子当中有些人觉得说可能有钱的人，有这个有这个财富的人就是很快乐吧，也不一定。如果心里没有什么境界的话呢，以前这个伊丽莎白就是她也说过吧，她说我拥有的什么这个美貌还有财富地位什么都有了，但是呢就是我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就是我们心里没有一个满足，心里没有一种真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一种这个理念就是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世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痛苦你们都可能现在有些人不一定知道，但是你现在进入生活以后的话呢可能是比如说一个老师的话呢，就是老师在这个同事当中的一些这个竞争，然后家庭的这种这个痛苦，还有呢就是包括你出门的时候就是堵车的这个痛苦，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也跟那个身心的这种一会儿心情不好，一会儿身体不好，一会儿看见这个不顺眼，一会儿心里面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产生种种的这些烦恼我都是经常这样想，的确是我这个学了佛就是学习佛法以后呢，就是对我的自身的这个帮助远远是超过就是所有的这些金钱等等就是一切。为什么呢？如果我没有学到佛的话呢，就是可能我生活当中无论是出家人在家人，我们都是一种反复的心态，那么一定会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痛苦。当我因为学了佛以后呢，大多数的我可以通过这个佛陀的一种教研来进行训练调整就是最后呢身心可以调整过来。有些呢虽然当时呢就是并不是马上立竿见影的方式，马上就是有效
晓得，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来源是什么，应该不是那么这个简单。原因是跟我的前世，或者是跟我的很多的这个因缘的根呢，就是我可以照出来了。否则的话呢，可能我跟一个人之间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实在是想不开来，很有可能就是杀他，就是很有可能恨一辈子但是如果我真的是在这个前后世的很多的因缘动到的话呢，就是必定会是知道一些。所以我们苦地的这个根源呢，就是业和烦恼，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痛苦的根源是这个业和烦恼的话呢，始终是短暂的一个这一辈子当中现在很多人都是非常的极端你一件事情不顺眼的时候呢，你马上当场要解决；你不解决的时候的话呢，要拼命的，要么用自己的非常过激的一种这个手段来开始呢，就是解决就是问题。如果你实在解决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只有把自己的这个命就是开始这个丢了，那这样是很不值得的，很愚痴的一种行为。可是呢，我们的很多的教材书里面呢，的确是做人和就是在这方面的教育呢，就是很缺少就是很缺少。我们从小一直是在老师面前学过无数次的这个知识上过无数次的课，可是我们以后遇到痛苦的时候，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孝顺父母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知识呢灌输过多少，就是大家也当然也不怪老师，就是老师们的话呢，也有就是一些逼迫这个心，这是每一个我们佛教讲是众生的一种共业就可以说是众生的一种共业。但是呢，的确是在这个现实当中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呢，也存在着就是方方面面的问题呢，就是一天比一天多。所以很多有知识的人呢，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状况呢，已经就是早已这个发现了早已发现以后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病入膏肓的状态的话呢，还是要去这个通过这个各种方式来就是准备就是治疗。但是治疗起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教育也好，一般人性的这种这个转变呢，就是不是就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心里就是没有一种比较这个勇敢的所谓的勇敢呢，并不是因为你要给别人打拳头，就是很什么，就是到这个少林功或者是太极拳不是这样，我都不会打拳但是呢，我这是比一比，就不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勇敢所谓的这个勇敢的话呢，我们的确是心里面就是完全明白，就是一切前因后果的这样的是你的这种智慧的这个勇士这样没有的话呢，就是的确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就是面对这个生活的能力就极其的这个脆弱。就是极其的这个脆弱。那么到了这个社会上以后的话呢，就是有些人也不是这样讲嘛。现在社会上的话，就是很多这个企业和很多部门都是需要人，他们也缺人。而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职业的人呢，也特别的多就我都看到一些大学生现在这个就业的一些需要这个就业的一些报告，看了以后都是特别惊人，就是哇，那么多的人需要找这个但是呢，两个都是没办法对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些部门这些这个单位的话呢，需要的这个人才呢，就是要真正实干的人才他们并不是因为有个文凭就可以，因为有个人就是好像他嘴巴特别会说就可以，不是这样的。真正人要做事情的话呢，很善良的，很诚信的古人的话呢，他就讲那个诚信，讲礼貌。但现在很多人都是没有，所以他们需要的这个人呢，就是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当中也是找不到的。而我们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也是自己的这个目标定的比较这个远，也可以说是就是这个标准就是相当的高的。我应该要以后在这个社会上要买车、买房子、买这个那个的，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一定要就是每一个月的是至少也是赚多少钱才可以找到。那这个也看不惯，那个也看不惯，所以自己的这种贪婪心和欲望心呢，就是极其的强烈。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种缺德就的确是对整个这个社会呢，就是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也没有办法，大家都在各自的地位上，在各自的这个位置上呢，就是一直在苦苦地。
我看到很多的一些那个包括有些部门的人的话呢，就特别就是缺少。现在我们有些像藏地啊，就这些的老师特别少啊，就是很需要学校很需要老师。有些代课生的话呢，就是他们都是来到这里是不是为学生，就是我需要的钱就是不是为学生。如果他的目标就是一直放在钱上面的话呢，他不会给孩子好好的教课。如果他没有给孩子好好教课的话呢，那么学校不要这种人才，所以呢就互相就有脱节了。那这样的现象呢，我想你们很多学生也是到这个社会上的时候呢，也不能看出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各种就是并不是很愿意的镜像吧，就并不是很愿意的镜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呢，就是找到了就是苦地基地，也叫做呢就是叫这个业和这个烦恼。那么这种业和烦恼是什么样的断除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通过一种这个佛学的这个方式就不管是你再怎么样，也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些佛教方面的理论这个知识实地修行这些都是相结合起来的话呢，逐渐就是一方面先自有的这些痛苦烦恼呢，就是也可以减轻的。然后呢，就是你更到了一种更高的一种这个层次。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佛教里面说的这个灭地，也就是说你的真正的这种快乐呢，就是可以这个现前。就是这个快乐可以现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遇到的这个痛苦呢，就是用一种照根源的方式来这个解决。当你的根源解决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这种快乐呢，自然而然现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就叫弥勒菩萨，就是在报信论里面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一个病人呢，就是特别就是痛苦就非常严重的话呢，我们要找这个医生，要找他的这个病根，然后知道了他的病根以后呢，就是继续服药以后的话呢，就是最后完全的这个康复了。这样的这4个过程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佛教当中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刚开始就是跟大家就是所传的这个四谛法门。这样的这个四谛法门呢，应该说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最主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不是我们完全是每天的是追逐这个钱财就是这是，那么这个是最关键的。因此呢，就是佛陀在很多的佛经里面呢，宣说的就是让众生呢，就是从这样的痛苦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解救出来。就是这样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那么这个方法的话呢，记得在佛经的一个叫《法华经》法华经里面呢有个比喻，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中了这个箭，中了箭的时候呢，就是你最快的时间当中，第一时间当中最好把这个箭就是拉出来那个时候呢你没有时间，就是这个箭子这个什么柱子做的，上面的羽毛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的话呢，人们都非常痛苦，在这样的痛苦里面获得解脱的话呢，一定要了解这个佛法，了解佛法以后呢，要这个修行佛法，从中呢就是获得真实的这个解脱这是非常关键。所以我刚才讲你们很多这个研究生一辈子都是研究，但是最后你死的时候，这个研究课题呢，就是对你的来之生世呢，一点用处都是没有的。有时候我看到西方的有些哲学家，或者是有些这个旅游家，他们的是一辈子都是拿着一个照相机，就是看着一个动物，就是研究，然后到死的时候，到可能是40-50年，就是一直研究。但当他死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什么样的这个意义他自己的是随着自己的业力而这个离开这个世间的，很可怜的。我们在座人很多这个老师和同学的话呢，就是的确有些是有这个信仰有自己的这种这个学习修行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有些的话呢，可能你会一辈子呢，就是会这个做一些事情，但是这种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对你来讲是也许说是这是一种诱力，尤其是你如果没有信仰不承认就是佛教的话呢，就是也许你自己认为是这样，但是你从长远来看，真的是这个轮回就不断的这个扭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的话呢，也许是丢失了就是自己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因为
自我的这种执着对社会来讲是最大的一种祸害。其实我们实践当中呢，所有的痛苦的来源就是自我。你们想一想，不舒服、不快乐的话呢，可能因为别人而不快乐是很少很少的。不管是怎么，每天都是你心情不舒服的话呢，对自己的执着太大了。因为自己的执着呢，今天对我的待遇不好，今天我的成绩不好，今天我的身体不好，凡是所有的痛苦呢，都是我的一种执着。可是所谓的我呢，按照这个佛教的空性观来进行抉择的时候，绝对是找不到的。所谓的我呢，你里里外外就是去怎么样寻找的话呢，头发也不是我，手也不是我。其实这是佛教里面有特别细致的一种观察方法。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空性我，就是这是大圣者就是所证悟的一种这个境界就是这是大圣者就是所证悟的一种境界。然后我们呢也是非常这个希望就是佛教的真正的真理呢就是我空性无常，还有呢就是空空我，就常乐我净，就是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道理，就是明白的话呢，就是这是一种佛教的这个正念。我们实践当中有很多的错觉，比如说昨天的我呢，就是认为是今天的我昨天的我肯定不是我，不然的话呢，明天还要过我今天的日子等等，有很多过失这是用逻辑来这个推理的话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经常还有一种这个错觉，从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体呢，就是认为是部分呢，就是认为是我。就是也有这样的比如说这个数值呢是我的数值，其实我不存在，我的数值怎么存在呢？也是没有的。还有我们对这个人体呢，本来的是里面血肉脓就是没有什么可干净的东西。真正你去细剖，就剖析你们很多可能有解剖科，就是一观察这个人体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人体外面是皮肤，里面是肉，然后肉里面呢就是骨头，骨头里面是骨髓，那么人体当中就真的需要就是贪心的或者欢喜的东西呢没有的。可是我们有一种错觉呢，这个人好看，那个人好看，就是我好看，就是我好看，就是怎么好看呢？就别人说你怎么好看的话呢？皮肤是好看吗？肉好看吗？骨头好看吗？如果真的好看的话呢，那你解剖的时候呢，就是人的皮肤拉开来，你好不好看给你，那么人肉一块拉过来给你看看，就是也不好看，就是没有一个好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或者喜欢一个人、贪着一个人的时候呢，这是没有观察，就是没有详细观察过的一种心态。其实佛教里面有很多的注入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就真的是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实践呢就是真的在这个做梦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可是很多人呢把这样的这个梦呢就是当作是真实的就看着是它是就是一直是这个不会不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事实来判断，最后呢就是自己和他人带来就是非常大的这个痛苦，甚至呢有些行为呢就是也特别过激，就是这一点大家也应该这个清楚。还有呢就这是我就简单说我们这个佛教就是从空性观当方面来，就是可以证实这个佛教的这个真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想我们还可以知道这个佛教的真正的这种真理佛教的这种真理的话呢，那么以这个科学的一些态度来也可以证明。当然有些人呢就是可能不太喜欢听所谓的权威的一些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语言就是只是对自己的这种有没有这个利益，有利益的话我去听，没有利益的话呢我不听。有些人是这样的，但我们至少也是对科学家所讲的这些道理呢，也应该就是值得思考就值得思考，信不信或者承不承认是你的事情。那么我们有些人可能想佛教所讲的这些道理的话呢，这是一个佛教徒就是他们的圈子当中呢就是所承认的。那么现在科技那么发达的话呢，那么科学家呢就是对佛教所讲的这些道理呢
不会这个承认吧，就是可能会这么想的。当然这个方面呢，我也有很多的一些理论和一些案例，但是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是不光说只是提供一个信息，的话呢，这个西方科学家就是特别多，我暂时就是不提暂时不提。但只提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这个杨振宁就是杨振宁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是应该是公认的这个科学家，就是他在57年的时候获得过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就是物理奖，现在就是80多岁了，80多岁了。那么有些人的是就是可能什么就是说他的也有，就是因为他可能那个娶的妻子是比较年轻或者是什么这样那样的。但这个事情我就是作为出家人不谈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就是但我最佩服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呢，他对这个佛教的这个观点呢。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他有一个文章，也不算很长的就是这个佛教与科学精神就是佛教与这个科学精神那么这个呢，我希望在座的这个智者们呢就是有时间就是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特别公正的一些态度来这个进行分析。他说，我们实践当中的像牛顿爱因斯坦正因为他们科学家呢，就是他们要通过3个方面来就进行论证就所以实践人们呢就是认为是他是这个科学家。那么同样的道理，反过来说，佛教呢就是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合理的这样的一门科学。那么这个呢也一样的就是具有就是3种这个理由来就是可以证实，就是它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科学。就还有说，我们实践当中的真正的这个真理真正的这个高峰呢，就是其实佛教实际上是最伟大的一种宗教之一。这是他在这个纽约他在美国期间的话呢，就是有一次纽约大城市这个开光的时候呢，就是我以前看过，就是他的一个演讲，他这里也是讲了很多我们这个佛教的就是怎么样的这种这个信仰，或者说是佛教的这个伟大。其实他这样的一种这个科学家，他自己也要在这个有时间的时候，他除了他的演讲，还有他的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时间以外呢，他经常是这个坐禅就经常坐禅，通过这个坐禅的方式来这个修持。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包括一些教授包括一些真正的一些这个科学家的话，通过这个佛法来就开始这个修炼，就是自己那这样的人呢，非常就是多的。所以呢，我想是还有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包括英国美国还有这个法国等，就是许多科学家呢，对这个佛教的这种态度，佛教这个真理的这种认识方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理论。因此，我想我们有些人呢一直是经常用一些这个科学的这种名称来否认这个佛教，这是特别就是不合理的认为是我们要相信科学我们要遵从这个科学那么所有的这些宗教所有的这些佛教就是这些都是有些认为是这是一种迷信。当然，这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在整个这个中国也好，还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呢，就是提倡的比较多。那么现在呢，人们都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这样的这种特别公开的，就是大肆诽谤，就是这样的是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现在的大多数的人呢，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佛学，只要是有了这个钱。就是为了这个地位就每天都是泡，就是很多人都是就是白天也在想这个，晚上也是就白日做事，夜日做梦，就是然后晚上也是想人民币，就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好多人都是可能没有什么呢，就是对科学的这个报告也好多老师的有些这个科研报告的话呢，也是只是这个过一个关而已，就是也是一种这个那这样而已的，就实际上也是没有的。好多这个学生的
话呢，也其实就是根本不学，就是在大学里面的话呢，有些都是就是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就度过这个就这个几年啊，就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最后回来的时候，有些甚至呢，有些大学甚至还比以前还坏了。啊，就什么坏事都已经学会了，什么知识都没有这个学好，就是回来的时候就是带了一大堆这个垃圾啊，就是这种垃圾的话呢，就是给谁都会染污，就是跟这个民族也好，跟个人也好，家庭也好，谁都会就是带来一种这个丑恶的这种印象。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不太好的这种现象，当然也有。我们不能就是对任何事情的是不能就是一种这个国际的一种这个判断了。的确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老师就是真正的这个人类心灵的工程师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话呢也以继日，也可以说是就是废寝忘食的，就是把这个学生呢就是教育好，引导好，让他们呢无论是在自己的任何的领域当中呢，就是带入一个精神来是就是快乐的这样的这种这个领域。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也有这样的，但整体来讲呢，我们我想是一个特别公正的态度来对佛教呢，就是有所一个正面的这个了解，尤其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呢，就是如今是的确是我并不是在作为一个藏族人在这里，就是自高吹大，不是就是自吹自擂，不是这样的。但是的确是如今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和包括西方的一些学者的话呢，他们都觉得是我们这个藏地呢有特别丰富的一个这个藏传佛教为主的一些这个真理。那么这些真理呢，有些是已经有这个翻译成就是各种这个文字，在世界上呢，如今有各种这个文字的。有些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虽然在这个藏地学语呢，就是有特别好的一种这个保存着的，但是呢，就是以后就是希望我们很多这个智者呢，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来，应该这个真正的了解，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些经典和论点的这个意义。还有呢，有很多的这个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和智者们，他们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多年的这种这个勤奋和这个一些这个研究沉积出来的一些知识智慧的这个结晶。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人类呢，真正是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妙药。其实现在需要的是心理妙药，就是物质的这种这个财富的话呢，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10多年、20年前，就是现在汉地各大城市是应该是经济上来讲是比较这个贫乏的。就像美国和英国等等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个时候是算是贫乏，但是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现在这个经济呢，就是有种这个突破性的这个发展。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学校也好，还整个这个社会的话呢，这个道德就是慢慢就是有一种这个就是消化的这种这个现象。在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能力的话，集体的我们的这个佛教也好，传统文化的这个教育思想就是这些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就是抓起来。就是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能力的话呢，从个人呢，应该不要被这个特别就是肮脏的这个外境呢，就是所这个转移，而应该自己呢，用一种这个真知真念。我们世间人也说是人有自知之明，我们佛教呢就是说以真知真念来观察自己的心。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人的这个思想呢有所这个好的方面的变化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是他的语言呢就是也会好的方面就是会变的。如果他的语言和思想都有变化的话，那他的这个行为，他的这个生活都是在这个往这个光明或者是阳光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有着这个很大的这种改变。所以呢，我想每一个人希求真理呢其实是没有这个隔阂的就是靠这个自己大家对此呢就是应该需要就是不断的努力。讲到这里吧，下面。